大家好，我是听风的禅。今天是6月3日啊，你看这过了一个儿童节，那全世界都不消停。我记得前2天吧，我这刚讲完印巴冲突的无人机大战，你看这乌克兰啊，就学着我讲的，冲着这俄罗斯发动无人机大战了啊。据这乌克兰方面说，就这一次无人机蜂群进攻，就干掉了俄罗斯40多架啊战略轰炸机。当然了，这个数字我不信啊，那打仗嘛，那宣传战、认知战那都是一部分。所以这乌克兰方面说的是干掉了俄罗斯40多架战略轰炸机，这事儿我不信。据网上的一众大 V 考证，那应该是有13架战略轰炸机被干掉了。你看这无人机多厉害！你看这个世界很奇怪啊，这个我讲到哪儿，它事儿都发生到哪儿。那去年我讲霹雳15E啊，歼14多牛逼，结果呢今年就过一春节啊，都实现了。你看他上个月下旬，我刚讲完那无人机攻防战，这乌克兰可就学会了啊，用那廉价的无人机，而且还是4选1那种，在6月1日儿童节同时袭击俄罗斯至少3个空军基地啊！你看讲到这儿，有人就说了，那网上不是说袭击了5、6个空军基地吗？啊，四处开花，那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都被干掉了，那你怎么说才3个空军基地呢？啊，你看这就是我的风格。遇见事儿之后别慌，别急着在互联网上吹牛，博流量的事儿咱不干，等一等，等那尘埃落定之后啊，事实都显现出来之后咱再说。从现在的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到啊，当然了，这个卫星图片是合成孔径雷达的卫星图片。现在这一时刻可以确定的是，伊尔库斯克州贝拉亚基地至少损失了8架飞机，摩尔曼斯克州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至少损失了5架战斗机，也就是说现在有图有真相的总共13架。对于伊万诺沃州、梁赞州的空军基地，目前属于无图无真相的状态。我估计啊，这俩地方也遭受袭击了，但是成没成功我不知道。俄罗斯方面说是被击退了，你想那无人机又没有人，那他怎么会击退呢？那不可能击退，那他只可能是拦下来了啊。至于用什么方法拦下来的，那现在目前没有什么消息啊。我倒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这种无人机的模样，大约就跟脸盆一样大啊，4选1的，特别的 low。那下面呢用一胶带缠的 TNT， 可能还有简易的引爆装置。那一台无人机的成本，我估计啊，连那炸药算起来也就2000块钱人民币。但是这一回他就干出了惊天大事，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啊，他都把它干下来了。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那无人机有多厉害。它不是说技术多高啊，杀伤力有多大，而这玩意儿它可以神出鬼没，你弄一堆零件，稍微的一传吧，就能组装出一台无人机来。那这无人机呢，它只要有人控制，那背着炸药就去执行任务去了。那方圆7、8公里内，他想炸谁炸谁。更可恶的这玩意儿呢，它属于低慢小状态啊，这低慢小很容易被那地面的雷达忽视啊。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呢，雷达的工作机理啊，那低慢小目标它不是雷达看不见，而是这雷达呢很容易把这低慢小目标归为鸟类。你看，第一，从反射面积上来讲，那跟鸟差不多；第二呢，飞行轨迹来讲，那跟鸟也差不多；第三呢，飞行速度上来讲，那跟鸟也差不多。所以呢，这雷达就自动把它给屏蔽了，这是最恶心的啊！只有一些飞行参数特异的目标，那雷达就重点报警。你比如说有一目标啊，虽然跟鸟类长得差不多，反射面积大差不差，但是它的飞行速度能达到 0.8 马赫，那雷达立马就预警了，说巡航导弹来了。为什么呢？那哪只鸟它能飞那么快，而且一路飞直线，那奔着你就来了啊，所以雷达才能预警。那这是速度的分辨，要么从形态上分辨，那就是雷达反射面积大啊，4、5平方米啊，冲着你就扑过来了。那雷达也能报警，那说了啊，这有飞机啊过来了啊，要么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你见过哪只鸟有4、5平米那么大？那要有的话，那是远古的翼龙，显然已经灭绝了。雷达就是从那目标信号的特征来分辨你是不是鸟类，是不是气球，是不是风筝。但这4选1无人机最恶心的就是什么？就是它飞行的状态跟鸟差不多，也能忽高忽低
也能左右漂移，甚至它还能落在哪个位置歇一会儿，雷达它分辨不出来。所以说用传统的防空手段来防这种蜂群无人机几乎是没有办法。那有人就问了，那要是万一咱打起来，那咱怎么办？那咱能不能有办法防啊？你要听过我上一集讲的，你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那从这次印巴冲突的无人机攻防战来看，那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咱们手中掌握了2件神器。那上一集我讲的有第一个就是那 DWL-002 被动雷达。那这个技术呢，就是解决那低慢小无人机的发现问题。你怎么把那鸟群和那蜂群无人机分辨出来呢？你要从那雷达反射面积和那飞行状态来讲，那分辨不了，那跟鸟群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鸟群它不发射电磁波呀，你见哪只鸟它一边飞它一边发报对不对？但是呢，无人机群它必须得发射电磁波你不发射电磁波你怎么控制它？你看看那新闻，那这次攻击俄罗斯战略防空力量的这些无人机是什么无人机？你可以听那新闻上说那叫 FPV 无人机这回俄罗斯被 FPV 无人机给打了什么是 FPV 无人机？那就是这种无人机一边飞一边能回传图像，相当于人在回路实时操控。就比如那猎鹰的无人机，那就是 FPV 无人机，就是那无人机一边飞你一边可以看到那无人机的视野相当于你能够共享无人机的视野。你看从古代这人类都想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但是那人类到现在还没长出翅膀来，那这个愿望除非极少数的飞行员可以达成，那其他人呢一辈子也做不到。但是你花一小钱，你买了这 FPV 猎鹰无人机，你就可以在地面上和那无人机共享视野，而且你可以操控这无人机想去哪儿去哪儿，想飞哪儿飞哪儿。就像我前一段时间我自己练无人机一口气飞到了我们自来水水厂的净化池上方。当时我操控着这无人机降落到那供水厂净化池水面5米的地方，然后左右的悄悄的看。我靠，当时我都一身冷汗，我心说这玩意儿太可怕了，这万一要是打起仗来你在水厂里投一毒你试试，这城市都乱了。所以说这无人机在战场上那比枪厉害得多所以嘛，它 FPV 无人机能让你在3-4公里以外看到它能所看到的。那是用什么技术实现的呢？它就是电磁波的回传。你看它只要有电磁波的回传，它就得有信号，它有信号它就逃不脱的 DWL-002。所以这些低慢小目标在咱们眼里那根本就不是事儿那这只是发现。那怎么把它搞下来呢？那就是我上集讲的 GNSS 导航卫星信号干扰器这也是我们烂大街的东西玩过无人机的人都知道你那无人机开机之后你得先搜索星座你只有收到了北斗GPS 那无人机呢才能定位起始点才能正常飞行。你想呢，咱如果有能够干扰定位卫星的能力上一集我讲得清楚，这一集技术特征我就不再讲了。那你还怕那4旋翼无人机蜂群攻击你吗？退一万步说，控制无人机的人对当地的地形特别的熟，不需要那 GPS 导航，纯手工飞行那也没事儿。那珠海航空展上飓风3000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那咱都大吆喝着卖了。那这是全球首款车载式智能微波反无人机系统你听听这像人话吗？第一，全球首款，外国没有，科技掌握在文明人的手中第二呢是车载的，你可以拉着满处跑第三呢就是智能，人工智能的，说打哪儿打哪儿，说打鼻子不打眼。第三呢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它不是激光它是微波就像我去年讲的电子战里面，强电子波束一照，那对方的电子元件它都能烧穿。你看我去年讲到这段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理解不了，你这是电子战吗？你这是电磁炉怎么讲到烧穿上了？你看他不是学这专业的，他就理解不了高强度的电磁波束照射电子元件会导致2极管、3极管超过额定电压，击穿 PN 结
这是基础原理啊。你什么电路你都是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的啊，所以叫集成电路嘛。咱那个飓风3000就是这么个工作原理，从发现目标到微波发射仅需要 0.8 秒。高能微波束一个扇面过去，3公里内的大疆 Mavic 3T 啊，0.3秒内集成电路全部起火。这可不是跟那激光武器一样点对点的攻击，而是一个扇面，就是俗话说的群体伤害啊。那3公里内那天上那个扇面，就算有再多的蜂群无人机，一瞬间全部都掉下来，那芯片全烧穿了。那更神的是那飓风3000，它是单车集成发电、散热和控制系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台车它把这些活全干了啊，可以在零下40度到55度的环境下持续作战，而且它还可以和那北斗卫星组网，几十台车、几百台车联合成防御网，成为集团化作战啊，这就叫体系作战。据说可以通过体系连接形成50平方公里内的防御网。所以说呢，蜂群无人机那对咱有用吗？那野蛮人的勇士，那就算梭镖扔得再远，那也抵不过马克沁机枪啊！这就叫科技掌握在我们手中。那这就完了吗？那飓风3000啊，只是珠海航空展上的沧海一粟啊！你想那珠海航空展是干什么呢？那就是超市。超市你得货品多呀。那这个品类呢，它不仅有飓风3000，还有 FK4000啊，也是车载微波系统。那这款装备呢，是全球首款软硬杀伤一体化的微波武器啊！你听听，这都不像话了啊！还能软还能硬啊？那什么是软呢？还是这微波，可以瞬间爆发出1500兆瓦的微波脉冲，也是一个扇面，3公里内所有电子元件都烧穿。这属于狂暴模式啊。还有温柔模式，就是能通过全频段电磁干扰，也就是2到40 G 赫兹啊，这个宽域频段瘫痪所有无人机导航链路。那这个范围就大了，可以攻击15公里啊，也就是说它软的时候也能攻击15公里。那它什么时候硬呢？就是万一呢无人机啊飞近了，那这款 FK4000 车载微波武器系统，它那车顶上有个30毫米的机炮，能每分钟发射3000发，那就是金属风暴。也就是说，万一有漏网之鱼啊，这我不仅有微波武器，我还有这机炮把你打下来。当然了，这机炮呢都不是人控制的啊，那是 AI 控制的，只用瞄准雷达，不用瞄准星啊，一枪一个。而且呢，它还装了 AI 识别系统，它在先期就可以区分出这无人机的型号啊，它那数据库里面拥有全世界著名无人机的型号啊，还有那技术特征啊，电磁波信号，比如说那柳叶刀巡飞弹呢，海里侦察无人机啊，它人家什么都见过。而且它还可以根据这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判断出这无人机身上绑没绑炸药啊，如果它绑了炸药，那自杀无人机啊就很危险了，优先击落。而且这不是吹牛啊，在航展中该系统成功识别并拦截了模拟蜂群中的12架沙希德136无人机，模拟实战天天驯化 AI。不仅如此，那这款车载微波武器还是越野的，能够涉水 1.2 米，具有爬坡60度的机动能力，可以混入装甲部队，在行进中作战。你看看，那如果有朝一日打起来，那咱们的装甲部队那就不用怕蜂群无人机了。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那无人机带着炸弹啊，对着那俄罗斯的坦克就撞上去了，导致坦克车殉爆。这种画面在咱们这儿不存在啊！你现在知道那熊猫有多强悍了吧？所以去年我都是悠着说的。那还有办法对付那蜂群无人机吗？那肯定有。你想，我刚才说那2位都是去年的珠海航空展上啊大吆喝打广告拿出去卖的货。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咱有新的啦，咱能拿出去卖的那都是旧款啊。当然了，这对咱们来说是旧款啊。这俩搁到哪国那都是神器。俄罗斯要有这玩意儿，他那战略轰炸机能挨打吗？你想那战略轰炸机啊，那可是从生物学上来讲，
咱还没有战略轰炸机呢。你比如说咱们国家最好的轰炸机那轰六 N 航程8000公里您可注意啊，这是航程，不是作战半径，单程的，载弹量15吨，速度 0.9 马赫。但是呢，俄罗斯这回被炸的图95 MS 航程15000公里，载弹量25吨， 0.8 马赫这叫战略轰炸机。那横向对标的是美国的 B-52H 航程16000公里。您听听，这就比咱的轰六 N 的航程多出去一半了，载弹量 31.5 吨， 0.8 马赫。你看看这航程比咱多一半，载弹量比咱多一大半。俄罗斯的图160也是16000公里，载弹量45吨，但是它有一绝活，速度 2.05 马赫。你看这图160航程是咱们轰六 N 的2倍，载弹量是咱的3倍，速度 2.05 马赫，那比咱的2倍还要快。你想了，这战略轰炸机航程能到16000公里，要是它直着飞，那就能作战半径达到8000公里。你想要打起来，那飞到8000公里外开始发射巡航导弹，一架就能运载45吨弹药，放完之后扭头再飞回来。所以这战略轰炸机那实在太厉害了。有人说呢，咱不是有那洲际导弹吗？那还要那战略轰炸机干嘛？你看我这去年我都说过如果要真打起来的话，你用那洲际导弹撂核弹头和那用战略轰炸机撂核弹头效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不打核战争的话，那战略轰炸机的威慑效果要远远大于洲际导弹。那第一呢，这洲际导弹呢它贵，你只要发射出去，你这钱就算打水泡了。第二呢，你这发射出去之后就2种状态。第一，摧毁敌国蘑菇云升起来了核战争开始。第二，那你掉海里，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你就这2种结果，你不可能有第3种你不可能说你放完洲际导弹之后说我吓唬你的，来飞回来你可能吗？那洲际导弹没这神通，但是呢战略轰炸机可以。哪个狂妄小国你不听话了，那我就派那战略轰炸机往你们国家那儿飞，然后你都得猜，你说我靠，这战略轰炸机飞过来了，它带弹没有它带的是核弹还是常规炸弹呢？那它要是带核弹，那它是要灭了我呀。那它要是带的常规炸弹，那它得是精确制导的呀，是不是巡航导弹是不是滑翔精确制导炸弹那它飞过来是弄谁的呢？那是不是弄我的？那它要弄我，那我晚上回不回家我就不回去了吧。你别让全家跟着我一起死你看这就能达到威慑你可能趴桌正写遗书的时候那些战略轰炸机扭头回去了，这就叫威慑动不动手，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取谁的狗命，一切都是咱们说了算这就叫威慑。所以在大国威慑方面，那战略轰炸机甚至要超过那航母。那毕竟那航母在海里游着呢，那你说非洲有事儿，那航母得开1个月，但是你有这战略轰炸机的时候，那一脚油门几个小时就到了。你们这乱七八糟的小国想把我们的海外资产给收了侵犯我们的海外利益你抬头看一看，那天上是什么？战略轰炸机想死想活。你想吃那滚刀肉还是馄饨面我们的飞行员只要摁一下手指，一颗精确制导炸弹就钻进屋里了。谁下令侵犯我们的海外利益，那我们就能让他吃大辣条。所以这战略轰炸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那是镇国神器结果你看看这回，那乌克兰用了几百架小型的4旋翼无人机，这回就摧毁了那俄罗斯的至少13架镇国神器。你说那普大帝他心疼不心疼？那俄罗斯那图160也只有16架呀，图95满打满算也就那58架。这些东西是呢现在的俄罗斯是无法再造的你别听他现在说什么要重建图160的生产线，你造出1架来了吗？你全球产业链封锁，他不可能把那大家伙再造出来。虽然有那新闻也说了，那2025年他要再造4架图160，
但是你可以看看那新闻，有很多的零部件那还是苏联时期的库存组件。所以说啊，那这回这乌克兰用这4旋翼无人机，就那猎鹰的 FPV 无人机，把这大俄的不可再生的战略力量干掉了13架。你想那普大帝他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估计他得哭。所以说这俄乌战争啊，看着挺热闹啊，挺血腥，打了好几年，死了好几十万人。其实呢，战争水平还不如那前一段时间那印巴冲突呢。你看人家印巴冲突这么打的，一上来都是超视距空战，导弹无人机互射，数据链分发，在各装备之间转移， A 射 B 锁 C 导。这俄乌战争它都没法比，用了4旋翼无人机就能把那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给炸了。那什么破水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说实话我都不屑于讲。那可能就有人问了，现在的乌克兰把那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给炸了，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吗？那毛熊他顶得住吗？首先呢，毛熊他没问题。毛熊啊，他是个奇葩。你看看那历史，那条毛熊从沙皇时代一直打到今天，他打过一场顺风局吗？没有吧。他无论是打谁，那他都得残血，他的角色都这样设定的。你比如说当年打那拿破仑，那后来虽然赢了，但是也丢了半条命。那后来就多了，比如日俄战争啊，上来也丢了半条命，不过后来及时止损了。再者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打那小胡子，那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先扔半条命。那后来打阿富汗，就那群骑毛驴的，他也能上去先给人送半条命。回来之后呢，这国家就崩了。当然了，那最后那半条命呢，是他自己折腾的。那后来又打车臣，就车臣那种国家，那上来也扔半条命。然后就俄乌战争，你看这就是人家民族性格，出手阔绰。那上来他得先挡自己一刀，给自己弄残血了，他才能进入战斗状态。所以这俄罗斯他死不了，他就这样。不过呢，这回他的战略轰炸机被毁啊，对咱们来讲，说实话是好事儿。为什么呢？你想想，他的战略轰炸机是威慑谁的？不光是威慑欧洲，也不光是威慑那大漂亮，是不是？您看看那伊尔库斯克离咱们的东北有多远？到咱们的漠河也就1000多公里，到哈尔滨也就1600公里，到长春也就2200公里。但是呢，伊尔库斯克到欧洲的柏林直线距离有7000公里，那到美洲也得有8000公里。所以那伊尔库茨克州的别拉亚空军基地，那里面的 A50 预警机、图95战略轰炸机，那是给谁准备的啊？威慑谁的？当然了啊，中俄两国啊世代友好，尤其是现在战略合作伙伴，全天候的啊，现在没问题，但是保不齐他以后他有问题啊。所以这伊尔库斯克啊别拉亚空军基地这回也被炸了。而且呢，第三方分析，也就属这块炸的最狠，至少损失了8架飞机啊！听说还有1架 A50 预警机。那所以说，那你怎么看？你看这国运来的时候啊，你有时候你不做，你躺着他都能占便宜啊！你国运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做他就弄不成啊！所以说呢，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里，啊，运气好嘛！啊，不信你往后看。到不了今年年底，你的运气还得来。你不信你等着啊！我这人说话他嘴壮，说到哪儿成到哪儿。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那你看今天讲的故事啊，可能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莫名其妙啊，说这俄罗斯这回的袭击是谁干的？这个确实啊，我都画一问号。那虽然说呢，乌克兰他承认了，但是说实话，我感觉他没那么简单。从他犯罪行为学上来讲，那这回用的蜂群无人机啊，同时袭击几个上千公里的空军基地，而且都那么精准。这事儿他不像斯拉夫人干的这么精密的活，那群莽夫他很难干得出来，难度太大。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到司机，他说了一句啊，我们筹备了18个月啊，由我啊亲自指挥把这事儿干了。这句话一听都是假的。你记得人吹牛啊，尤其是说到那数字的时候，他总是说那双数
啊，什么4、10、18啊，对于中国人呢，还对那3莫名其妙的感兴趣。所以一般脱口而出的谎言总是逃不开这几个数字，而且都那么整啊，这是一个片面的论据。还有一个论据呢，就是用这无人机啊深入敌境，悄悄潜伏，在同一时刻突然暴起伤人，这种属于特种作战。而特种作战呢，绝对不会干18个月。为什么呢？你想想，那在人家国家里干这事儿，你磨叽18个月，那夜长梦多，万一哪儿出了个纰漏，那都跑不了，行动都得暴露。所以特种作战你可以长期计划，但是实施的时候要迅速完成啊，这是基础知识啊。我估计那这回蜂群无人机突然袭击啊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啊，战略轰炸机吧，从开始实施到战斗结束不会超过3个月。那要这样的话，你就看看那3个月之前那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就是有人吹牛说能让在24个小时之内能让这俄乌停火的货啊，吹牛吹爆了，那当中没弄成事儿。那普大帝呢没搭理他，提的那些和谈条件呢，那普大帝呢都没往眼里夹。所以那吹牛的人就扫一大红脸啊！不仅如此，还把那俄乌和解特使啊，我记得叫什么凯洛格给换下来了啊！之所以换下来是那普大帝说了，这凯洛格我讨厌，他在这儿我不谈，就这一句话，那老特啊就把这凯洛格给换下来了。你想想，那另一个国家可以因为一句话左右你国家的人事问题，你想想那丢不丢人？所以啊，把面子再找回来，尤其是这6月初这回谈判，那不能让这精子再起脖子上拉死了啊！大概就这事儿，你明白了吧？啊，我不能说透啊这事儿。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呢，请各位还要转发、点赞啊，踊跃评论。